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个可怕大老鼠，没错，我们今天使用的是鼠人。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领主，法师领主，毁灭系的。那主要是有带的像是这个可以召唤风暴害鼠的可怕的召唤型法术。然后死亡狂暴强化型的法术，然后还有次元闪电，这个是范围性的轰炸法术，主要是带这几个。那我这边看一下我方阵容啊，是没有到非常完整的铁桶阵啊，但是只要有在盯着对方的骑兵的话，稍微做一下拉动还是可以的。不过其实这种方式应该很容易被撞飞才对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最前排的这边是斯卡文奴隶属，总共是带了4队。那中间呢，这边是氏族战属迟钝的版本，也是4队。那中间混杂的是2队的食人鼠魔，就是前排就是尽可能的拖住对方，那让后面的这个鼠魔去做输出。那我们这边还有带的是机枪鼠，带了3队，机枪鼠非常可怕。然后还有带一队更可怕的东西，这个崩山旧炮等等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攻击方式了。它的射程距离也非常远哦，是高达了378，基本上跟炮兵差不多了。那我们这边最后的炮兵单位就是这2个，一个是闪电炮。然后一个是利爪投射器，这2个射程都非常远，都是400跟400以上的。那我们最后左右2侧呢是风炮害鼠长戟版本，那就是抵挡对方的骑兵的包抄啦。那这就是我方鼠人的阵容。我们来看一下对面，这边是孔虐。那我们这边孔虐在跟我方对射。那我们这边先介绍一下。颅骨巨炮，孔虐唯一的炮兵啊，380，算不错了。它的精英版本是有射程是比较短的，我觉得蛮可惜的。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孔虐这边的配置方式啊，这边有掠夺者双武器，还有混沌勇士双武器，这样子交错的。中间还有混了一队是神玄双武器。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少登场的这个怒火贩子精英版本，那它这个看一下它的武器威力高达97，现在这样种种加成下来是非常可怕哦，快要算是一个怪物步兵的感觉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于这个侧袭免疫。简单讲就是你要夹击它，它不会受到太多的创伤。这个算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是混沌战牢，总共出了4队。那这边还有是2队的英雄单位，骁勇英雄，可以把它当成高精灵的贵族那种感觉，就是他们的能力值来讲。不过我觉得他们面板素质其实好像是比贵族还要更可怕。很可惜啊，孔虐没有那种像高精灵可以配的方式，那种就是一个女王搭配2个贵族这样出去。如果有那种的话，会很好玩。我会蛮喜欢出那种的阵型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最便宜的孔虐混沌领主啦，那也是一样，就是牺牲战马的，都是可怕的输出单位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正式进入决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双方有炮兵啊，就是大炮互射。这边他的护甲非常的坚挺啊，不是1-2炮就可以打穿的。然后利爪投射器的弹药基本上是可以躲的，因为它的抛物性很高，其实是反应得过来的。你看这边这样子过去，基本上有在闪的话是。那个都可以闪掉。好的，我们这边稍微压缩一下。
因为刚开始就是炮兵互射，然后一直在躲这边在躲大炮，然后我方那边其实也在拉扯，但是颅骨巨炮的抛物线比较小，所以其实要反应的话，要真的反应要很快。那这边炮兵没了，但是对方还没有吃死。好，我们这边恢复正常速度，开始在拉扯了。那率先过来的呢是4队的混沌战獒，也就是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过来发射了，哦，打到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崩山救炮打人呢，就是很可怕。它是散式子母弹的方式，所以它的扩散面积非常的大。那被打到基本上很容易就哭出来。好，我们这边再看一下，这一次会造成多少伤害？哇，这边全部空了，落空。这个就比较可怜啦，要不然对方其实2队在这边，如果崩山救炮命中率高一点的话，其实效果应该会非常优越。好，这边再来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哇，又歪了，又歪了，又歪了。这一次的崩山救炮不行啊，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打到。然后2队的狗直接撞上了这个风暴海水。其实狗撞风暴海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做出什么太大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崩山救炮一轮射击下来，恐虐掠夺者差不多50%的血量就直接没了，然后士气也直接崩盘。然后这边还有神拳者，闪电炮一直在打神拳者，然后再追击一下，要把对方确实的打退。然后这边已经直接切了进来了，现在这边场面就非常的混乱了。对方的英雄单位直接硬闯进来，要砍东西了。然后我方领主这时候很危险，刚被挥了一刀。好，这边发动了召唤系的法术，召唤一队风暴害鼠，直接贴着怒火贩子的屁股打。不过怒火贩子他不怕被夹击，所以其实这样子打他的屁股，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争议啊。只是说你是正面受敌跟后面被打，同时2面受到伤害而已。但是你并不会说因为被夹击，然后有其他的没有。就只是单纯的，他后面其实也是可以去面对敌人的。怒火贩子就这种精英版本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，而且它本身的输出威力很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的狗又再次冲了上来哦，这边这次是直接被夹击，直接什么东西都没了。然后这边现在在拖拉队伍。我们这边用了奴隶鼠去牵制对方的英雄单位啊，反正奴隶鼠基本上就类似不用钱的感觉，尽可能的去消耗掉。然后崩山救炮是不断的在射击对方步兵啊，步兵其实要去闪就比较困难了啊。机枪组尽可能的输出，因为在这种状况下，其实机枪组较不好发挥，因为它就是像火枪兵一样。非常怕有人在面前抵挡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英雄单位，因为他是骑在马上，他的高度比较高，所以机枪主要去射击他就比较方便。好了，我帮领主被对方的英雄打退了哦，这个被贴着打真的太痛了，毕竟我是法师单位。好，这边这样打着就结束了。主要是类似，我不敢保证。刚刚那种布阵方式其实不算是铁桶阵啊，但是也算是防范的位置也算蛮多的啊。对方的狗其实要切也比较不好切，所以就是让对方这样子比较难痛苦去下手，比较没有一个切入点。然后加上这个崩山救炮，其实它的拆步兵能力真的太强了。哪怕是像是混勇啊，其实这些东西被打到就很痛。不过他有2轮射击打的狗都没打中，崩山救炮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东西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其实
步兵很快就会蒸发啊。如果运气不好的话，其实就像刚刚那样子，射个2轮，基本上还是没有伤害输出的感觉。这个就是这种兵就是这样子啊，使用的时候其实有一半一半的运气，我个人的感觉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赞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